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OK， 我们来聊一个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遇过的尴尬状况。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在会议上，你花了好几个晚上准备的提案，讲得口沫横飞，结果抬头一看，台下主管同事眼神涣散，好像灵魂都飘走了。或者跟朋友聚餐，你很兴奋地分享最近发生的趣事，结果讲到一半，发现对方根本在看手机，地敷衍你。那种感觉真的很差，对吧？好像自己是空气一样。其实我们的声音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乐器，真的不夸张。它可以发动战争，也可以说出我爱你。但最吊诡的是，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工具，绝大多数人，包含你我，可能从来没有真正学过该怎么驾驭它。这就导致了一个很普遍的困境：我们明明有很多想法，却常常觉得没人想听。今天这支内容就是要来彻底拆解这个问题，让你拿回话语权。好，在我们学习如何说得动听之前，得先反过来想，就像医生看病一样，要先找出病因嘛，对症下药。到底是哪些坏习惯，让我们一开口，别人的耳朵就自动关上？我们先来做个沟通的健康检查，找出那些我们可能不自觉的沟通盲点，把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重点来了。国际知名的声音专家朱利安·崔勒，他在一场非常红的 TED 演讲里面，系统性的整理出了7个他称之为说话的7宗罪的行为。我们今天把它换个更贴切的说法，叫做沟通地雷，是不是更传神？这些坏习惯就像埋在你人际关系路上的地雷，你可能根本没发现，但一不小心踩到，就会让你的沟通大爆炸。而且他们之所以这么常见，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自觉就犯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踩过其中几个，但别担心，意识到问题永远是改变的第一步。好，第一个地雷，八卦，就是在别人背后说3道4。这个真的是职场跟朋友圈的大忌，但为什么这么普遍？因为八卦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一种虚假的亲密感。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在公司的茶水间，听到同事 A 正在跟同事 B 抱怨那个不在场的同事 C， 你可能当下会觉得听得津津有味，对吧？但你的脑中肯定会闪过一个警讯，既然他现在会跟我一起讲 C 的坏话，那5分钟后他会不会转头就跟别人讲我的坏话？这是一定的。所以你看，八卦它就像强酸一样，会腐蚀掉人跟人之间最根本的信任。一旦信任感消失了，你说的话不管再有道理，别人听起来都会打个折扣。第二个地雷是论断。我们身边可能都有这种朋友，或者坦白说，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变成这种人。你跟他分享一件最近的烦恼，他不是先听你说，而是马上就给你下指导棋，用他的价值观来批判你。我就说吧，你这样想就不对了，你早就该听我的，我就知道你会搞砸。当你感觉自己不断地被评价、被论断，好像站在法庭上被审判一样，你还会想继续跟他掏心掏肺吗？当然不会嘛。人的本能会立刻开启防卫机制，心里那道墙就瞬间筑起来了。所以，当我们不断地论断别人时，其实就是在亲手把沟通的大门一扇一扇地关上。第3，负面思考。跟一个全身充满负能量的人聊天，真的非常累。你一定有这种经验，过年家族聚会，某个长辈一开口就是怨天尤人，讲工作多鸟，邻居多吵，政府多烂，小孩多不孝。你本来心情还不错，跟他聊个10分钟，感觉整个能量都被吸干了，像个能量吸血鬼一样。就像 Julian Treasure 提到他母亲的故事，他说有一天他跟他妈说，今天10月1号他妈回他，我知道真是糟透了。你看，跟一个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人沟通，真的太消耗心力了。久而久之，大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心理能量，自然会选择敬而远之。第4个地雷，抱怨。抱怨跟负面思考很像，但它更具体、更主动。在台湾，抱怨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全民运动，对吧？我们抱怨天气太热、交通太塞、薪水太低、政治太乱。偶尔抱怨一下，确实可以发泄情绪，这很正常。但如果变成一种戒不掉的习惯，它就像病毒一样，会散播情绪上的痛苦。这句话讲得真好。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长期的抱怨者
通常只是在寻求认同，而不是在寻找解决方案。他不断向外投射负能量，却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想法。这不是在传播阳光，这是在散播乌云。久了，别人看到你，脑中浮现的标签就是那个爱抱怨的又来了，然后就默默地飘走了。第5个地雷，找借口。有些人身上好像装了一个甩锅喷射器，英文叫 blame thrower， 这个词发明的真好。任何事情出错，永远都不是他的问题。专案搞砸了，是队友不给力；报告迟交了，是电脑跑太慢；上班迟到了，是闹钟没响。总而言之，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他们从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跟这种人公事或沟通，你会觉得心超级累，因为你永远无法进行一场有建设性的对话。所有讨论最后都会卡在这到底谁的锅上面。一个不敢承担责任的人，他说的话自然也就失去了信誉和分量，没人会想认真听了。第6，浮夸。这个在社群媒体时代真的太严重了。我们很喜欢用一些极端的词汇，吃一间还不错的餐厅，就说是人生吃过最好吃的；看一部还可以的电影，就说是此生必看的旷世神作。这种过度的浮夸，其实是在贬低我们的语言，造成一种语义通膨。你想想看，当你把神作、最好吃这些词汇用在所有事情上，那当你真的遇到一件让你感动到无以复加的事情时，你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你的词汇库已经破产了。更严重的是，浮夸跟说谎往往就有一线之隔。当大家习惯了你的夸大词奇，慢慢的也就不会完全相信你说的话了。这在商业谈判或职场上是相当致命的。好，最后一个地雷，武断。什么是武断？就是把个人的意见当成客观的事实在说。这个在网络论坛或家庭聚餐的时候最常看到。比方说，有人可能会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年轻人就是应该先买房，不买房就是对人生没规划。他把自己的价值观当成宇宙真理一样，直接轰炸你，完全没有要跟你讨论的意思。当事实和意见被混为一谈，沟通就死掉了。它会变成单方面的洗脑。在这种情况下，倾听就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对方根本不是要跟你对话，他只是要你听话。好，我们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谈了7个会让你1秒就不想听你说话的沟通地雷：八卦、论断、负面、抱怨、借口、浮夸，还有武断。我知道这样听下来好像有点 depressing， 觉得自己好像每个都中了一点。但别担心，避开地雷只是消极的防守。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进攻策略。到底有没有一个强大的核心框架，可以让我们说出来的话不仅有人想听，甚至能让人立刻被你圈粉呢？答案是有的。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强大的说话框架可以用4个英文字母来概括 HAIL。HAIL 这个词本身在英文里有热情地致意或喝彩的意思。这也暗示着，如果我们能遵循这4个原则，我们说的话就更容易被大家正向地接受，为我们喝彩。它就像一个指南针，永远指引我们沟通的正确方向。这4个字母分别代表 honesty 诚实 authenticity 真实 integrity 正直以及 love 善意。我们来一个一个拆解。先来看前2个 H 跟 A。H honesty 诚实，这个很直观，就是说实话，清楚直接地表达你的意思，不要拐弯抹角，不要含糊其辞。比方说，与其说我可能没办法参加那个会议，不如直接诚实地说，很抱歉，我那天有更重要的事，没办法参加。再来是 A authenticity 真实，意思就是做你自己。有一个很棒的说法是站在你自己的真实之中，这代表你说话的时候不是在扮演某个角色，不是戴着面具在迎合谁，而是发自内心的呈现最真实的你。当听众感觉到你的真诚，而不是在演戏，他们就更愿意相信你，跟你建立连结。接着看 I 跟 L。I integrity 正直，正直比诚实又更深了一层，它代表言行合一 ，being your word， 你说到就一定做到。当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你的话语自然就有了分量，大家会打从心底信任你。最后一个 L，love 善意，这里的 love 不是指罗曼蒂克的爱，而是指真心希望对方好。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它能够完美的平衡诚实。绝对的诚实有时候是很伤人的，对吧？比方说，你看到朋友今天气色很差，你直接跟他说：“天啊，你今天看起来糟透了。”这句话很诚实，但缺乏善意。但如果你用善意来包装诚实，你可能会说：“哎，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耶，还好吗？是不是没睡好？”你看，同样是传达关心，后者却温暖得多。当你真心为对方着想的时候，你就不太可能同时去论断他。这两件事是几乎无法并存。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刚刚讲的 HALE 框架是关于你说什么，也就是内容的层面，但同样重要，甚至有时候更重要的是你怎么说，也就是表达的层面。你的声音其实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工具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可以让你运用，但大部分人从来没想过要把它打开来看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声音的百宝箱里到底有哪些厉害的法宝。第一个工具是音域和音色。音域 register 指的是你发声的位置。比如说，如果我用鼻腔这里发声，听起来会比较尖锐，对吧？如果我用喉咙发声，这是我们大部分人习惯的方式。但如果你想让声音听起来更有分量、更具权威感，你需要有意识地把声音的位置放到胸腔，让胸腔产生共鸣。你听，是不是感觉沉稳很多？有研究显示，我们倾向于投票给声音比较低的政治人物，因为人的潜意识会把低沉的声音跟力量、权威连接在一起。再来是音色 timbre， 也就是声音给人的感觉。研究也说，大家普遍更喜欢那种丰富、温暖、圆润的声音，就像一杯热巧克力一样。不过别担心，如果你的声音天生不是这样，这是可以透过呼吸、姿势和发声练习来训练。第二组工具是语调和语速。语调 prosody 这个超级重要，它就像是我们说话时的背景音乐，是它赋予文字意义和情感。你看哦，同样一句，你把钥匙放在那里，如果我用平淡的语气说，它是一个陈述句；那如果我把尾音上扬，你把钥匙放在那里，它就变成了问句。完全没有语调变化的人，我们称之为 monotonous， 单调乏味，听他的话真的会想睡觉。这里要特别提一个现代人常有的坏习惯，就是每一句话的结尾都像问句一样上扬，好像在寻求别人的认可。这在心理学上会让人感觉你很不确定，缺乏自信，这样其实会严重限制你表达的权威性和丰富性，对吧？再来是语速 pace， 我可以透过讲话很快很快很快来表达兴奋的情绪，或者我可以刻意的放慢速度来强调某一个重点。当然，语速的极致就是沉默。对话中的短暂停顿其实非常有力量，你不需要一直用这些赘词去填满它。第三组工具是音高和音量。音高 pitch 高低的变化可以传达完全不同的情绪。例如，你把我的钥匙放哪了？用较高的音高表达焦急，跟你把我的钥匙放哪了？用较低的音高表达质问，意思就完全不一样。这道我是音量 volume， 我可以大声地说，用很大的音量来表达激动的情绪，抱歉如果吓到你，或者轻声地说，我可以刻意压低音量，创造一种亲密感，让你必须更专心地听我说。巧妙地运用音量可以完全改变对话的氛围。但要小心，有些人讲话习惯从头到尾都用广播模式，在公共场合非常大声，这种行为被称为 soundcasting， 也就是声音骚扰，其实是很不体贴的行为。哇，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声音的工具，那到底什么时候最需要它们？答案是在你人生中那些真正重要的时刻，可能是一场决定你升迁的关键简报，一次你准备了很久的求婚，跟老板要求加薪的谈判，或者在挚友的婚礼上致辞。在这些关键时刻，你就需要确保你声音的这具引擎是处于最佳的运转状态，而任何引擎在高速运转前都需要暖机，你的声音也是一样。所以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套超级实用的6个暖嗓练习，你可以在任何重要谈话前花个几分钟做一下。来，可以的话跟着我一起做。第一，双手举高，深吸一口气，然后彻底放松的叹气，发出啊的声音，从高到低，很好。第二，暖化你的嘴唇，轻快地发出叭叭叭叭的声音。第三，像小时候玩的那样，让嘴唇颤动，发出呜的声音，去感觉你嘴唇的震动。
第4，活动你的舌头，用夸张的口型发出啦啦啦啦。第5，如果你会的话，练习弹舌音，热热热。最后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叫做警报器，从高音的 we 平滑的溜到低音的 out， 像这样 we out。多做几次，你会感觉整个发声器官都热起来了，准备好上场了。最后，我想用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来做结尾。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常常用很糟糕的方式说话，而听的人也根本没有在用心听，整个环境又充满了各种噪音和干扰。但如果这个世界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带着力量去说话，也就是说，说的话是诚实、真实、正直且充满善意的，而听的人也都能带着意识去专注倾听，在一个适合沟通的环境里，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那将会是一个充满理解，而不是充满误解的世界，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努力去传播的象化。看完今天的内容，我想问问大家，从今天开始，你最想先改善的是哪一个沟通地雷，或是最想练习哪一个声音工具呢？是想戒掉爱抱怨的习惯，还是想练习用胸腔共鸣，让声音更有磁性？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进步吧。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讲了3个核心。第一，要避开7个沟通地雷，像是八卦、论断、抱怨等等，这些是沟通的绊脚石。第二，要拥抱 HAIL 这4个黄金原则，也就是诚实、真实、正直与善意，这是我们沟通的指南针。第三，要善用我们声音工具箱里的6大工具：音域、音色、语调、语速、音高和音量，让你的表达更上一层楼。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